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要退出美国与苏联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消息一出，欧洲哗然。中导条约结束了美苏双方在欧洲地区剑拔弩张的导弹对峙，大大减少了笼罩在欧洲国家上空的战争阴云，被欧洲视为里程碑式的裁军条约。特朗普要从这一条约中退群，欧洲国家普遍感到严重不安，并予以批评和反对，认为特朗普此举无疑将给欧洲安全蒙上阴影，并对欧洲地缘政治局势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欧洲政界苦口婆心保留欧洲安全的重要基石。法国总统府发表声明称，马克龙总统日前在与特朗普的电话会议中表达了对此事的关切。马克龙表示，中导条约对整个欧洲的安全及战略稳定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法国外交部发言人23日表示，法国非常重视常规和军备的控制手段，并就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一事与相关国家进行了密切的沟通。同时，法国也呼吁各方避免任何仓促的单方面决定，这将是令人遗憾的。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声明中对特朗普的决定感到遗憾。他表示，中导条约是30多年来保障欧洲安全的重要支柱。特朗普的决定为德国和欧洲带来难题，美国应考虑退出条约对欧洲及未来裁减军备带来的后果。但他也称，俄罗斯还没澄清有关其违反条约的指控，北约将会商讨此事的后续发展。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赛博特22日在记者会上发表声明说，对美国宣称要退出中导条约感到遗憾。该条约是控制军备的重要力量，且符合欧洲利益。北约成员将讨论美方此举的后果。欧委会22日呼吁莫斯科和华盛顿保留该条约。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的发言人表示，该条约是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基石，必须得到保留。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指出，美国单方面宣布将退出中导条约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引述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的话称，希望美国评估退出这一条约对其自身、盟友和世界安全可能造成的后果。世界不需要新一轮军备竞赛，这不会使任何一方受益，只能引发更多不稳定因素。欧洲媒体猛批美国再次悬挂达摩克利斯之剑。德国舆论认为，签署中导协定和推倒柏林墙一样，都是冷战结束的标志，而特朗普退出中导条约将再次威胁世界和平。德国焦点周刊21日发表文章称，特朗普退出中导条约的决定是欧洲的噩梦。文章认为，特朗普再次牺牲了欧洲。对欧洲来说，接近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攻击范围将覆盖整个欧洲，这将带来致命的风险。奥地利维也纳日报23日报道说，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不是他自己签署的协议都不是很喜欢，所以美国退出了与亚太国家间的自贸协定，阻止了与欧洲国家间进行自贸谈判，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现在，美国又开始在裁军这一特别敏感的领域自行其是。法国媒体则表示，在相继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及伊朗核协议后，美国的再次退群让人怀疑这一系列的退出是否真的有意义。如果缺乏对武器的有效控制，那么世界将重新被新的军备竞赛所困扰。与此同时，美俄双方于2010年签署的第3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也将于2021年到期。鉴于当前的情况，该协议延期的相关谈判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奥地利新闻报23日头版发表该报记者、外交问题专家索莫鲍尔撰写的文章《军备竞赛的回归》称，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对于世界安全影响重大。文章说，欧洲是中导条约最大受益者，美国宣布退出条约使欧洲陷入不安，欧洲国家对此非常茫然，甚至认为冷战又回来了。美国与俄罗斯将开展新的军备竞赛。奥地利维也纳日报注意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目前访问莫斯科，通报美国想要退出中导条约。该报题为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回归的文章说，博尔顿与俄方之间是否有真正的谈判值得怀疑，因为退出这份1987年签署的条约基本上就是出于博尔顿本人的建议。
博尔顿被视为美国政治圈子中的蛊惑煽动者，是鹰派中的鹰派。文章回顾了冷战时期美苏在欧洲争霸，认为欧洲曾是美苏核争霸的竞技场，和毁灭的危险曾经是悬在欧洲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是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将这把剑取走。奥地利俄罗斯问题专家曼高特表示，如果美国和俄罗斯不能在欧洲停止军备竞赛，美国就有可能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导弹。和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将重新回到欧洲。意大利日报认为，在特朗普宣布这一消息后，全世界都持强烈反对态度。一旦美国真正退出中导条约，将打破美俄两国间现有的战略平衡，并引发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因此，特朗普的这一选择无疑是灾难性的。意大利舆论不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针对特朗普近日宣布美国有意退出中导条约，意大利主流媒体罕见地集体批评特朗普政府这一极不负责任的做法，认为这不仅将对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同时也给欧盟未来发展蒙上阴影。意大利晚邮报题为《导弹噩梦和核战争升级的恐惧》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如果最终选择退出中导条约，将对欧洲未来发展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很有可能使欧洲再次陷入冷战的深渊。一直以来，特朗普在气候变化、北约军费和美欧贸易等许多问题上同欧盟国家存在巨大分歧。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特朗普一方面希望通过支持民粹主义打破现有欧盟模式，另一方面倾向于同单个欧洲国家谈判解决分歧。退出中导条约给了特朗普以安全为由同单个欧洲国家结盟的借口，而这显然不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未来发展。刚刚，美国与俄罗斯又对上了。当然，这一次出面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同样鹰派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当地时间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博尔顿在莫斯科会面。虽然普京善意十足地表示，他愿意在11月初巴黎举行的一战纪念活动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然而博尔顿似乎并不买账。他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直接批评俄罗斯在欧洲违反了中导条约的规定。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扬言，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博尔顿此行显然有着明显的向俄罗斯传达最后通牒的意味，而且据美国媒体爆料，正是这位有着国家安全顾问头衔的博尔顿向特朗普建议退出中导条约的。那么，此时此刻，白宫派出博尔顿当面向普京通报美国的决定，似乎也就毫不意外了。美国理由是，俄罗斯正在违反该条约，并且中导协议也限制了美国在全球任何地方部署中程打击武器，尤其是西太平洋。正因如此，尽管俄罗斯方面已经明确表态，美国的这一决定是危险的，俄谴责美国以讹诈方式逼俄让步的企图。莫斯科宣称，一旦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将做出回应。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1日警告说，如果美国人继续草率而粗暴地行事，那我们就别无选择，将采取报复措施，包括军事技术方面的措施。但我们不希望走到那一步。许多欧洲国家也发出警告，表示美国若采取这种做法，有可能会重新引发全球军备竞赛。美国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表达了严重的担忧，批评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博尔顿显然并没有说服俄罗斯，也没有听进美国的欧洲盟友及国内批评反对的声音。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现在全新的战略现实摆在眼前，这一条约没有解决来自伊朗等国的核武器威胁，所以是多余的。同时，他还表示，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在欧洲首先违反了条约的规定，而且真正的威胁也不是美国要退出条约，而是俄罗斯已经在欧洲部署了导弹。博尔顿用这种上门打脸的方式指责俄罗斯，并以发出最后通牒方式警告俄罗斯。莫斯科方面的愤怒之情是可以想象的。在双方会面的过程中，普京曾以开玩笑的方式对博尔顿说，我们对美国的每一步动作都没有任何反应，但你们还在继续着。我看到美国国徽上有一只老鹰，它的一只爪子拿着13支箭，另一只爪子拿着橄榄枝。我想问你们的是，你们的老鹰现在是不是已经吞下所有的橄榄枝，只剩下箭了？
博尔顿强硬地回应道：“他没带橄榄枝来。”其实，普京与博尔顿的这段对话是值得品味的。特朗普上台以来，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开始了全球捣乱的模式，点燃贸易战火，挑战大半个世界，多次做出退群决定，与国际社会分道扬镳。同时，在中东造成严重冲突与混乱。在印太集结队伍密集在欧洲展开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军演，给当今世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把扩充美国军事力量作为推进美国优先的先导，大幅提高军费开支，提升网络司令部地位，重建第二舰队，组建太空军，以及提出美国要像主导陆地一样主导网络与太空等等。可以说，美国的橄榄枝早已经被丢到九霄云外了。而博尔顿作为特朗普政府中有名的强硬派，他的理念不仅与特朗普高度契合，还在诸多问题上直接影响了特朗普的决定。同样可以说，博尔顿就是特朗普对外推行强硬政策的一根大棒。所以，他对普京玩笑式的责难，直接用了自己根本没带橄榄枝来这样强硬的回应。博尔顿与普京的这次会面，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可以看作是一场战略试探，并且是摊牌之前的战略试探。通过这样一次会面，美俄双方都有了底数，也都清楚了对方的意图。既然博尔顿已经直接上门展示了强硬立场，那么下一步就应该轮到硬汉普京出牌了。就在前2天，普京已经公开表示，如果任何国家决定用核武器袭击俄罗斯，可能会导致地球上生命终结，但与侵略者的最终命运不同，俄罗斯人肯定会去天堂。普京强硬地说，任何侵略者都应该知道，俄罗斯发起核武器，报复是不可避免的。敌人将我们摧毁，即使我们将成为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我们俄罗斯人也将作为殉道者进入天堂。侵略者们只会下地狱，甚至都没时间做临终忏悔。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强烈的信号，意味着俄罗斯将会不惜采取一切应对手段来回应可能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执意要打破全球军事战略平衡，无疑是十分鲁莽的一步。现在，美俄对抗的火药味已经十足，会不会因此带来一场新的火星撞地球式的战略大碰撞？对此，真的难以乐观。而特朗普要把这个世界带向何处，同样是一个值得所有人